世界杯开始了，我跟大胖媳妇一起看的开幕式。哎，你说他一个加拿大人还给他看的贼嫌弃，说他看不了，因为他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遗症。还问我说，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哈，就看不了任何世界盛事了，就之后任何的开幕式看着就觉得淡，有点晃的上，就感觉张艺谋导演用手机剪出来的开幕式都比这强。他说，当年我看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记得可清楚了，就看一群人离远就乱七八糟就出来了，就蔓延就扩散，然后咔一下就变队形了，吓你一激灵啊！变成队形，咔变色了，变色咔换色了，换色之后咔部分换色了，就唰，最后出来个糊，然后全场灯都灭了吧，我以为完事儿了，还亮，眼睛一闭一睁，出来8000个否。眼睛一闭再睁，出来个地球和一个长发短脖男子，永远一家人那种感觉。然后放鞭炮也是，先近景给一些就是世俗的烟火，然后咔切远景，几个大脚丫朝你啪，就你明白我意思不？就你看到的每一幕每一秒后边都有小反转小巧思，所以我看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就有后遗症，我就控制不住老想等那个反转等巧思，但是人家是真没有。你看这开幕式啊，也出了一堆人溜达的出来了，我等着就咔换队形的人溜达下去了，完事儿了，完也整出来一堆吉祥物，我就等着，我就寻思咋的得帮家中间抱飞出来一堆鸽子，然后其中有一个长发短脖鸽就然后咵一脚一个点球把圣火就给点燃了，然后全场鸽子咔全变色了，只有中间对角线区域的些许白鸽子没有变，奇变偶不变，颜色看象限，然后突然咔所有的鸽子都停飞，那些白色的鸽子在球场的中间就汇聚成了一个小的卡塔尔，就我心中期待的好像是这种感觉。我说别的还好说，鸽子这玩意儿别轻易停飞，底下还有8000个否呢，都给砸绿了。然后最后放烟火也是，反正能看出来有钱，就是干放，也不加看脚啥的。我说那你那么嫌弃你就别看，你一个加拿大人，世界杯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说跟你也没关系。哎，最近这不是产子议题比较热门吗？那我今天也给你们爆个料，就是你们眼中憨憨傻傻的我这个大胖媳妇儿，其实也是个私生子。这事儿我刚跟我大胖媳妇确认了，问她可以说不？她说可以。那咱今天就唠唠这世上有些父母很辛苦，有些爹妈很忙溜，没味的灵魂何处寻？东西南北各半球。故事发生在1983年的深秋，我婆婆当年18岁。哎呦，看过照片了，当年长得很走心的，完就脾气不好，也算是加拿大西海岸有名的暴脾气红发小辣椒吧。完我婆婆就和一个加拿大的法国血统的男子叫 Roger 的人就恋爱了。这个 Roger 怎么翻译呢？就应该是罗格呗，他的名，但是不是很好记，咱们就叫他 Loser 吧。完俩人爱的就不行的了，就像歌词说的一样，就17岁那年的雨季，一场梦境一场戏，就那种感觉吧。完事就怀孕了，怀的就是我老公。你说一般女生发生了啥意外的情况，是不是起码可以回家跟妈说商量。我婆婆连这样人都没有，因为她爸他妈离婚了以后，他妈给他们找的这个后爸接二连三的骚扰他们3姐妹。然后这几个孩子跟妈妈说以后呢，他妈妈不但不管，还不让他们往外说，甚至还用这个事儿 PUA 他们姐仨，用这个事儿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整的姐妹3个也闹掰了，就是15、16岁陆续全搬走了。然后我婆婆和她这男朋友就 Loser， 就是俩人合计寻思，那既然怀了，那就生吧。这就是我老公草率人生的开始。然后这问题的苗头就一点点显现了出来。就我婆婆就跟这个 Loser 说，我这肚子一天天大了，你是不是得找一份工作呢？然后 Loser 的回答是呢，这孩子一旦出生，咱俩就可以领这个政府的抚养金了。尤其是这种咱俩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领的就更多。你将来越生，领的越多，咱俩到时候的生活其实比现在强。然后时间的长河就推到了1984年的盛夏。有一天我婆婆自己搁家练那个体操呢，那家伙就是可注重孕期身材保养了，突然间就感觉不对了，要生，然后就找不着这 Loser，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跟哥们喝酒去了。完我婆婆就一脚油门就开到医院去了。结果到了医院还没躺稳呢，孩子出来了。哎呀，不知道是让啥玩意儿给催了，就跟窜天猴自己家崩出来，铁臂阿童木造型就出来了。据说就是由于出来的过急，给自己这个肩胛骨给崩脱臼了。所谓天资聪慧小婴男，出生就带着小伤残嘛。后来我还采访过我老公，我说你当时急的是啥呢？我老公说，我可能是怕就是住到期了不出来，我妈该管我要房租了吧。如果你是我的粉丝，你应该理解他的心情。然后我这大胖媳妇不就这么出生了吗？所以说，哎呀，草率人生。完，他刚出生的时候随的是他爸姓，我问他本来姓啥，他说他记不住了。但是要按咱今天的逻辑来呢，他爸叫 Loser， 他应该姓卢呗，叫卢杰米。完事我这个卢公公呢，就也不找工作。完，我婆婆跟他俩天天吵架。有一次是吵急眼了，人家说的是，就是我从未放弃我人生的自由，都是你用孩子束缚了我。完事吵大发劲了，人就走了，回到就是加拿大法语区，就回到他的故乡，继续
Messi 不酷去了，然后他就走了。所以我这大胖媳妇小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私生子嘛。你这个身份在任何的文化里边，他总是一个挨欺负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我这大胖媳妇呢，你看不出来吧？小时候天天打架，反正基本是天天被打吧。然后据我婆婆描述呢，就她这个爸呀，这 loser 没事就给她打个电话，就说有时间爸爸去看你去。然后我老公每次接完这电话，就上街上就跟别的小孩说他爸要来了，谁敢再欺负他，他亲爸来整死他们。结果他爸每次都不来，完别的小孩就更笑话他。然后有一次 loser 又给他儿子打电话，说第二天高低来看他。然后我老公第二天早上从坐到门口的马路牙子上，从早晨等到晚上，最后他爸也没来，所有小孩都笑话他。天都等得彻底黑了，他妈咋叫他那也不回去。你知道加拿大这国家就差两样东西，枫糖浆露和较高纬度。像这种高纬度国家，那从天亮到天黑一眨眼就是一辈子，人就搁这马路牙子上坐着，一直坐到天黢黑黢黑，让他妈给拖回去的。完事儿第二天就又被打，然后那一天就成为了我老公草率人生的历史性时刻。我婆婆就给他这个 loser 前男友打了个电话，就说我不再需要你的赡养费了，我从现在开始自己找工作，你不用拿钱，你也不要再打电话，你再打电话我就去告你。然后我老公的姓也就在那天给改了，就不再姓卢了，姓他妈的姓莫荷兰。这事儿我没讲完，这事儿就是故事没讲完吧，我还有很多情绪要表达，你等着下次咱把这事儿给唠完啊。这中外老人吧，带孩子方式太不一样了。咱中国老人最爱说的一个遭罪，一个上火，已经把温迪整疯了。最近我们不老出去玩吗？我爸不太乐意，跟我说：“你别老折腾孩子，多遭罪。要不就温迪他爱玩，让他们自己出去玩去，你就陪孩子搁家。”温迪问我什么叫折腾？我说我爸的意思呢，就是你带着他去坐飞机、坐火车，就是折腾他。温迪说：“那什么叫遭罪？”我说我爸认为呢，旅游也叫遭罪。温迪说：“那我这次来中国遭罪也没剩几天了，你就让我折腾一下孩子呗。我下次来遭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但是哥哥，你也可以来加拿大遭罪，遭大罪。到时候我们全家调休都来折腾你，都来折腾你。”他不理解咱老人心中的折腾和遭罪，更不理解的是上火。在成都熊猫园人山人海，我爸就抱着拿铁说不过去，说人多孩子上火。温迪买的饼干给拿铁，我爸说别多吃，吃多还上火。温迪老给孩子喝橙汁，我爸说别多喝，喝多还上火。温迪实在理解不了了，问我爸火在哪呢呀？火呀，哪有火呀？我爸说火在它里边啊，这里边有火。温迪说那孩子里边怎么能有火呢？拿铁体内有酒精啊，酱香拿铁怎么这么易燃呢？它易燃呢？它。我爸跟他说你对火的了解太肤浅。你看拿铁自从出门就没拉，这就是上火。我看他这样，我上老火了。温迪更懵了，你出门也没拉呀？那怎么什么事儿都是上火呢？什么事儿都是上火呢？不光是文化差异上，啥事儿他也不惯着孩子，那是真不惯。我们在溶洞参观那天出来以后下山是可以坐一个绳索秋千下去，我就给每个人都买了一张票，35块钱一个人。但是早达一看呢就吓哭了，说绳索他不敢坐，他空高要走下去。这要是我爸我妈哈，肯定心疼的不得了，不坐，绳索什么玩意儿，打他。温迪刚开始也安慰早达一番，后来发现无效，早达泪眼汪汪的看着奶奶说：“那么奶奶，你能陪我走下去吗？”他奶说：“哦，亲爱的，我爱你，但请不要做梦。你不想玩，我也想玩呢，你不要道德绑架我。这么着吧，你呢走下去，奶奶滑下去，到时候咱们呢在山脚下汇合。你一见到奶奶呢，你把你票给我，奶奶呀再走上去，把你的票给划了，把你的票给划了。奶奶和孙子孙女吃冰激凌，永远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先选口味。早达要是选完了，一尝发现不喜欢，想跟他奶换，那绝对不好使。刷牙也是，我爸那是连哄带骗，甚至亲自上手代刷，但温迪全凭自觉。幸亏我给早达买了新一代欧乐 B 圆头防蛀刷的艾莎公主版，小圆头360度包裹清洁，贼精准。全新升级的内圈 S 型刷丝，洁牙加护牙，智能 APP 让刷牙自觉起来。给温迪一个大人版的磁波旋动技术，搭配独特圆头，不着力都能刷干净。但是他平时不惯着孩子吧也就罢了，最近他不是惹大祸了吗？把他孙子最重要的户口本扔丢了，人家张拿铁不搭理他了。昨天我的小姑子为了安抚他生病的嫂子，从宠物店借回来一只小柯基，拿铁就贼喜欢，早达就跟他奶说：“我觉得你应该补偿一下我的弟弟，把这条狗送给他。”温迪说：“不是，这老板要价太贵，而且非常不合理。说这个狗是纯正的外国血统，所以贵。但是我怀疑它就是个串儿，关键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可以证明它到底是哪里的狗。”早达说：“你说的这不就是我的弟弟张拿铁吗？张拿铁吗？”早达说：“以后这狗就叫户口。”这还是北京的户口呢。我要